爷爷，这是我女朋友季星。董事长好。你好。坐吧。坐呀。来吧，吃饭吧。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？啊。那这都10年了，他这一回国就投了你，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。苑总，您忘了，您比韩婷更早跟我聊投资。我跟她要不是多年的老同学，说不定我现在都在东科麾下了。对啊，这么说我还算抢了姐的人。姐，不会介意吧？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？一家人，都一样。其实那个时候，苑总给我的条件很好，我都心动了。但是，韩婷的理念跟星辰比较契合，我回去跟合伙人商量了以后，选择了东一。现在看来殊途同归，东一和东科都是东洋集团的公司，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为了咱们集团在工作。现在市场上做3D 医疗打印最成功的就是瀚海了。季星啊，在你的规划里，要有多久才能够赶上或者超过瀚海啊？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，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实不相瞒，董事长，我认为星辰在短时间之内超不过瀚海，或者说，超过瀚海不在我未来的规划里。愿闻其详。瀚海比我们要早起步5年，现在已经颇具规模。与其跟他们去比广度，那我更想专注深耕骨骼领域，把这个做好做精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哎呀，家宴又聊到工作了，吃饭吧，哥。好了，吃饭。星星，吃块牛肉，谢谢。多吃点。小婷回国以后呢，工作特别忙，所以这儿呢，她不常回来。你俩在一起，他有没有欺负过你啊？没有，他对我很好。那看得出来，他对你是很用心了。小婷小的时候啊，是很活泼、很爱笑的这么一个孩子。后来呢，是因为他的父母出事儿以后，他就变得越来越内敛，总是一个人孤单单的。尤其是去了德国以后呢，他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冰坨子了，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什么事儿呢也不跟家里说，什么苦呢也都自己一个人扛着。哎，你慢点。我之前也问过他在德国的一些事儿，他总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，可能是不想让大家为他担心吧。所以说这个孩子独立懂事儿嘛，懂事儿的呢，都让人心疼。不过我发现呢，
小婷自从跟你在一起以后，她变了，变得又爱说，又爱笑，也知道心疼人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替你们高兴。谢谢姑奶奶。欣欣，爷爷找你。您的字儿真好看。这个亭子是我给他起的，寓意是布政司令接受朝见。大气。你父母给你起这个“兴”字，是什么含义啊？他们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眼睛就大大的，一闪一闪亮晶晶的，像星星一样，就起了这个名字。看来啊，你们两个这名字呀，相去甚远啊。是挺远的。星微小零碎，但它依然在坚持发着自己的光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我想我的父母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聚星成河。啊，这个字儿的墨迹未干，等机会吧，等机会，我送给你。好。刚刚吃个饭就跟闯关似的。怎么了？被吓到了？没有。董事长能写出星和婷，那至少应该不讨厌我。但是他说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把这个字儿送给我，而不是当场给我，就说明还没有完全通过他的考察。看来我爷爷的心思被你琢磨得很透彻了。成天跟你在一起，这点人心还是看得明白的。哎，别说，董事长的字写得真好。那当然，爷爷练了几十年的字，书法功力自然了得。那你的字儿写得这么好，是遗传吗？是啊，你可要跟我多练练，说不定将来也能遗传到爷爷的功力。谁遗传？我？你猜？内涵我？看什么呢？你小时候照片好可爱哦，好阳光笑的。你看，姑奶奶发你的啊。姑奶奶还跟我说，你在德国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说。我理解你，但是以后你可以跟我说。好。你确定是他了吗？是。这个姑娘啊，聪明有傲气，主见很强，这一点跟你倒很相像。她身上有很多是我没有的东西。你和她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，兴趣、爱好、思维方式、看问题的角度，甚至价值观、爱情观都天差地别。当然，现在这个是你们相互吸引的理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就是你们产生矛盾的问题所在。我们会努力磨合。
磨合？怎么磨合啊？据我观察，就你们俩这个性子，一旦产生了矛盾，一定得有一个人先让步。是你让，还是他让？我让。你别张嘴就来，想好了再说。这世上没有天生一对的两个人，我相信我们的感情。这个字儿啊，没写好，不用盖章。不是所有的字都盖戳的。欣欣。啊。其实瀚海，谁呀？长河。他说他想要投星辰，并且不介意跟你合作。他怎么这么有意思？你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？当然是不可能啊！他是你的竞争对手，我要跟他合作，那我岂不就是背叛你了吗？这点我还是懂的。我去洗了。欣欣，咱们跟叔叔阿姨视频一下吧，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了。好呀。我的宝贝女儿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妈，爸跟你在一起吗？我跟韩婷在一块儿，他有话跟你说。等一下啊，老季，快过来，你女儿电话。怎么样？好的很。小韩也在，摘了摘了。啊。叔叔阿姨，我和欣欣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们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在一起啦，韩婷是我男朋友，我们正式跟你报备一下。哎呀，说什么来的？我早看出来了，好事儿。听起来我太高兴了。那什么，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回家里来看看呢？叔叔阿姨，我跟欣欣过年就一起回去。好啊，这太好了，到时候陪叔叔都喝2杯啊。哎呀，人家早说了不喝酒。啊，对。那行，那叔叔喝酒，你喝饮料。好。我陪你喝阿爸。那我先不说了，挂了，么么哒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我们现在是见过双方家长的人了，请说一下，中午吃什么？后天就要展会了，我得好好准备准备，才能从容应对。也是。那季总专心工作，我负责后勤。曾总，有时间吗？你们去准备一下下午的展台，让小尚再准备一些宣传册。好。星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，确实厉害。谢谢。曾总不是只为了跟我说这个吧？你现在说话很硬气啊，是不是觉得赢了我？广华做的是诊疗机器人，星辰做的是3D 医疗打印，合作可以有，
竞争谈不上，哪儿来的输赢？你跟韩婷在一起没多久，说话倒学了个3分像。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，我都没学会。这一点上，你确实赢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？星辰虽然发展的不错，但仍旧比不上瀚海。不是因为你们技术不行，而是因为瀚海比你们更早之前，就有一位大人物在背后支持。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。他刚回国，根基不稳，韩院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并入东医，他就立下了军令状，争取时间改革东医，为瀚海并入东医做准备。至于星辰，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。等到军令状完成，至于是让星辰生，还是星辰死，完全看他的心情。当然，也看他对你的喜好。你让他欢心呢，他就留你一命；你要是讨他不喜欢，他就掐死你。你不用在这儿挑拨离间。就算他投资瀚海，那也是他的事情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你啊？我以为你们无话不谈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？也是，要是真的了解，按你这个性子，在他身边也是待不住的。他这样一个男人很好，是不是？女人都很难拒绝。可是你单纯，你就没有想过他哪里看得上你呀？他喜欢你什么？单纯吗？季星，命运诱惑赠给你的礼物，你只知道喜滋滋的拆开它，你从来没想过，当你收下这份礼物，要付出代价的。
你就没有想过，他哪里看得上你呀？他喜欢你什么？单纯吗？吓我一跳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了？今天的展会，我发现瀚海发展的太快了，星辰根本就没法比。瀚海已经稳扎稳打5、6年了，才有现在的成就。星辰已经发展得很快了，让很多企业都望尘莫及。可是星辰再往前追的时候，瀚海也不会停步。今天怎么了？上次见爷爷，你不是说瀚海不是你的目标，你要走自己的路吗？一个展会而已，瀚海又让你迷失方向了？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吞了星辰？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市场需要瀚海，也同样需要星辰，没必要去比较。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安婷，你爱我吗？怎么定义爱？为我要死要活，没有我，世界就塌了。这不是我理解的爱。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？首先是合适。欣欣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，爱也没有多高尚。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，需要三观、时间、精神、灵魂方面的契合。今天有点累了，我先去洗澡。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吞了星辰？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，他刚回国，根基不稳，韩院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并入东医，所以他立了军令状，争取时间改革东医，为瀚海并入东医做准备。至于星辰，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。欣欣，欣欣，
欣欣。进，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还是 A 轮融资的事儿。坐。现在想投资星辰的资本很多，我们有足够多的选择，但还是要尽快做决定了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东一？不一定，融资后我们跟东一的股份都会被稀释。如果引入外部公司的投资，我们只要在股份比例占大头，就还能保留决策话语权。但如果还是东一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被彻底架空。以星姐和韩总的关系，不至于吧？爱情是爱情，事业是事业。星姐，我们只是给你个参考，你尽快做决定就好。嗯，我考虑一下。行，那我先去忙。嗯。怎么了你？状态不太好。没事儿，可能最近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你忙完这阵儿，给自己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老板，今天季总不和您一起啊？他先走了。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
吞了星辰。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市场需要瀚海，也同样需要星辰，没必要去比较。韩婷，你爱我吗？怎么定义爱？为我要死要活，没有我世界就塌了。这不是我理解的爱。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？首先是合适。欣欣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，爱也没有多高尚，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。这么早叫我来干嘛呀？什么事儿？水都烧干了，你不泡茶呀？他知道了。谁呀？季星。你终于告诉他了，不用再替你捏把汗了。他从别的地方知道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人呢？去和同科聊 A 轮融资。长河？那你还不赶紧拦着他？他现在在气头上，跟他聊什么都没有用。我会把下个月的销售目标重新再拟定一下。嗯，好。那今天这样，散会。星姐 ，A 轮融资的事儿，东宇董事会已经通过了，可以进行下一步啦。好，我会安排好的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融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什么问题，很顺利，放心吧。我看你这2天总是心不在焉的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有，你别担心我，真没事儿。今晚我和科博的马总约了在新月那边吃饭，你去吗？我一会儿还有一些别的事情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行，那我跟知州去。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还有我们呢。没事，没有。恭喜啊，拿到了星辰的股份。常总果然说到做到。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，谢谢啊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星辰啊？看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韩总，这么着急找我，
什么事儿啊？常总，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我心里事情多了，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想得清楚。韩总就这么笃定，你手中的筹码就是我想要的？你的司马昭之心，还有谁不知道吗？韩总用你手中所有的广华的股份，换我手里这么一小点星辰的股份，看来韩总真的很在意星辰啊。换，还是不换？韩总的诚意令我佩服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季星季总他会不会高兴啊？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